在12月21日的凌晨，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对俄罗斯利佩茨克空军基地实施一次秘密破坏行动。他们拍摄了现场画面，画面显示乌克兰特战人员进入机场，悄悄潜入机库中。画面中先后出现了2架战斗机，它们的号码分别是12号和82号，其中一架是苏27战斗机，另外一架则是苏30战斗机。之后他们潜入飞机的驾驶舱，对整个飞机开始纵火。画面中的飞机不断燃烧，我们可以看到耀眼的火球，同时伴随有数起爆炸。看起来这2架俄罗斯战斗机将无法再被使用。之后乌克兰的特战人员悄声无息地撤退。报道表示，这次行动准备时间持续了2周，包括对俄罗斯的巡逻路线以及警舰轮换的监视。初步估计，俄罗斯这次的损失在1亿美元左右。这并不是俄罗斯最近损失的唯一2架战斗机。近日在乌克兰战场上，乌克兰频繁使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空军基地。比如说在12月20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使用阿尔法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半岛上的比尔贝克机场，2架俄罗斯苏27战斗机被摧毁。而在12月12日，乌克兰无人机再次造访克里米亚，这次袭击的目标是俄罗斯重要的安26运输机以及该机场的雷达系统。可以看到这次袭击发生在夜间，一架大型的安26运输机被成功命中并摧毁。安26是苏联以及俄罗斯的主力运输机，在60年代设计生产，总计生产了超过1400架，是一款典型的双引擎涡桨中型运输机，可以搭载40名成员。最近俄罗斯空军事故频频，甚至不需要乌克兰人出手，飞机就会自行坠毁。在2025年的12月9日，俄罗斯国防部所属的一架安22重型运输机在俄罗斯伊万诺夫州进行维护后试飞时坠毁，机上7名机组成员全部遇难。根据报道，飞机在空中解体，碎片散落在地面和水面之上。机组人员设法避开了人口稠密区，没有带来地面人员伤亡。安22运输机是乌克兰安东诺夫设计局在60年代研制，1965年首飞，使用4台涡桨发动机，可以运载高达80吨的货物。由于机龄和维护问题，该机型已于2024年退役。这次坠毁的是俄罗斯机队中最后一架仍在服役的安22运输机了。同样是在12月21日夜间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武装部队作战训练局的局长萨尔瓦罗夫将军的座驾在俄罗斯的清晨发生爆炸，萨尔瓦罗夫本人不幸身亡。调查人员称，一枚简易爆炸装置被安放在该将军的起亚索兰托轿车之下，并在车辆启动后不久发生爆炸。萨尔瓦罗夫曾经多次参加过俄罗斯的军事活动，包括车臣战争，并在2005年至2016年间指挥过叙利亚境内的军事行动。在过去1年的时间内乌克兰多次在莫斯科策划俄罗斯高级将领的身亡。比如说在1年前，俄罗斯国防军核能生化防卫部队的司令基里洛夫中将就遭到炸弹攻击身亡。当时的炸弹被藏在停放在他公寓大楼外的一辆电动滑板车上，而基里洛夫的助手也同时罹难。当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基里洛夫的遇害事件称为俄罗斯安全机构的重大失误，并指出他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并提高工作效率。而到了今年4月，第2名俄罗斯高级军官，总参谋部作战部的副部长亚罗斯拉夫·莫斯卡里克中将，他停放在莫斯科公寓大楼附近的汽车内被人放入爆炸装置，一举被乌克兰人所炸死。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大家都很关心的前线局势，特别是红军村。我们来看一下红军村的地图，可以看到俄罗斯目前为止仍然控制着穿越红军村铁路以南的地区。不过在红军村北面，双方仍然在交战之中。
和过去1个月来相比，俄罗斯部队并没有获得任何进展。在12月22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采访时回应前线局势，他表示，过去1个月以来，局势基本没有变化，唯一的区别是俄罗斯驻扎在红军村的人数。目前在红军村城内大约有1100名俄罗斯人，我们的兵力大致相当，大量的俄罗斯军队集中在城郊，但乌克兰守军仍然坚守阵地。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画面啊，这个画面应该是乌克兰战士的第一视角。可以看到啊，前线战斗相当激烈，空中是不断有炮火飞过的呼啸之声。我们也可以看到画面中也不断有炮火落在附近，而乌克兰的士兵正不断开枪还击。Ебать.我们现在看到的视频发布于12月22日，由乌克兰第46旅所发布。我们可以看到啊，在他们所操作的无人机上配备了操纵杆和绳索，使用1架无人机在红军村方向啊，先后击落了6架俄罗斯的无人机。那乌克兰战争变得是越来越有意思了。乌克兰人还是很聪明的啊，用这种非常简单而且巧妙的方式，就可以击毁和拦截俄罗斯的多架无人机。我们看到另外一段视频啊，发布于12月22日，是由乌克兰的亚述营所发布。乌克兰军队击退了俄罗斯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发起的机械化进攻。通过无人机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人在上午发起进攻，部署了由坦克、步兵战车和装甲运兵车组成的机械化纵队。海军陆战队试图从多条路线突破，乌克兰军队使用了攻击无人机、火炮、多管火箭炮以及地雷进行防御。乌克兰方面表示，俄军6辆坦克、10辆步兵战车、5辆装甲运兵车和1辆装甲抢修车被摧毁。而在进攻的最后阶段，俄罗斯竟然出其不意出动了4轮摩托车，在11辆4轮摩托车中有10辆被摧毁，1辆侥幸撤退。那早在2个多月前啊，很多人都不断谈论着红军村即将沦陷了。但是我们已经到了2025年年底，乌克兰仍然坚守着红军村的北部领土，而俄罗斯陆军在过去1个月内在红军村方向上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屡次拒绝停火协议，他认为俄罗斯军队有足够的实力，随着时间的推进，完整的拿下乌克兰顿巴斯地区。而红军村的战役已经进行了快2年了，俄罗斯到现在还没有完整的拿下该城市。在红军村的前面还有大量乌克兰部署的完整的防御工事，还有斯拉夫扬斯克等等其他重要城市。那目前看起来，想要通过武力控制顿巴斯地区啊，只是普京的最终幻想罢了。我是子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